各位看到地震规模，首先你看到地震报告上面怎么看哈？这是921地震时候的报告，台湾中央气象局现在叫气象署88043号，88年9月21，时间1点47分15.9秒。好，北纬多少度？东经南投日月潭地震站偏西南10公里处。好，地震深度8公里，浅层地震瑞士规模7.3。那其他地区的地震，那你看它就发出台湾其他地区高雄4级，台北4级，3级4级，大台北现在叫新北。好 ，OK， 好，那921地震，台北倒了一间大楼叫博士的家，住那边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博士倒了这边地震这边倒，来，这是这一次113年4月3号7点58分9.9秒，发生在花莲，所以你看到深度15.5，这几公里？8公里，15.5，瑞士规模7.2，这没有级7.2，最大震度，高雄市多少？3级，3级还好啦，没什么感觉，在路上骑车一定没感觉开车也没感觉好，像我这种遇到地震4级的，我就觉得身体不太好，头在晕而已。好，来，那这几级地震的时候，车龙埔断层因为错动方向是逆断层，有没有挤压？所以是逆断层。那这叫车龙埔逆断层错动。好 ，OK， 好，那地震规模我们叫瑞士规模，是地震释放的能量，每增加1大概是前一级的32倍，所以1级加1，瑞士规模6跟7差了32倍。921而言，瑞士规模是7.3。这次像地震很大那这是以往的地震的情形。你看那个规模7的话，你看大概是黄色炸药 TNT 4个10百千万10万476879吨的黄色炸药，那一次造成2000多人死亡这次死亡人数既然出其意外的低目前知道的是10几个人，目前失踪的还没有联络到那这个东西发生在中国，那就很严重了那你说会不会发生8级以上？也有可能，很少。汶川大地震规模7.9， 2008年。那9级的话，9.0规模9.0的话，2004年12月印度洋大地震规模9.1，引发南海的大海啸，你看多少人死亡？所以这都是很严重的东西来，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震度人对于地面震动的感受程度。那地震观测站的记录地表加速器算出各区域的最大震度。地表加速器，我们知道速度是 S 等于 VT 嘛，对不对？跟时间有关系，跟距离有关系，对不对？那加速度又跟时间再做一次嘛，对不对？加速度嘛，速度上面的变率嘛，时间的变率，所以它可以算出最大的震度同一场地震各区的震度都不同，台湾你就看到那这个是叫 Gale， 1 cm/second 平方。这是纪念一个科学家叫伽利略Gale。那980个 Gale 等于1个重力加等于1个 G。通常地震发生在0.2个 G， gravitation 的时候到0.5 G 的时候破坏就很大了。等一下你看看那个其他报告，看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G， 这是 Gale， 980 Gale 等于1个 G。你要记得这是 Gale 他说写 GL 就是 Gale， 写 G 是1个重力加，都不一样好，那这中央气象局那个地动观测站这里面盖起来有仪器了这是锁起来的好，这边看到分级制度0级无感了其实到3级大概是有一点感觉了，摇晃了啦4级的话就中震了啦震度5啦，不能讲5级，这震度啦不是瑞士规模那震度7级以上的话，你看最大加速400个 Gale 以上，400 Gale 大概是0.5个 G 左右了，所以就蛮大的你看这边是250，要400个 Gale。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参加那个台北那个台大那个抗震杯比赛，他摇到最后都是摇800个 G， 很吓人。那震动台 shaking table 上面摇的实在是很刺激那你看这些房子的破坏情形好，那地震的危害程度来讲的话，作为判断的标准嘛，475年就是回归期嘛，相当于330个 G 了。2500年发生一次的地震，设计与重要结构。台湾地区最大的问题点，我们根本没有475年的记录台湾连475年都没有台湾岛有记录开始的话，从郑成功那个他爸爸叫一个海盗嘛，糟糕，郑思什么？对不起我忘记了郑芝龙，对，他全名不叫郑芝龙，他爸爸是海盗啦。郑成功的爸爸是海盗，然后他娶了不知道是娶还是抢了一个日本女人，生下郑成功，所以日本人说郑成功是日本人有道理。他妈妈是日本人那海盗到沿岸就是搜刮对不对？抢人、抢女人、抢钱、抢食物、抢珠宝啦，不会抢钱，抢珠宝、抢食物嘛，抢人嘛，好 ，OK， 那台湾大概就这样了，深度的危害那这震源深度，当然越浅，对我们地表的东西危害越大那震源波是四面八方传递，所以台湾发生地震，美国都收得到。你不要以为只有台湾发生地震，全世界、全球在地球上都收得到，只要有地震波、地震仪，因为它有地震波嘛。那地震波有2个波，跟各位介绍，一个叫 P 波，一个叫 S 波。那 P 波的话就是压力波、触达波，它速度很快。房屋的破坏不大，不能讲不大，破坏比较小，跟 S 波来比。所以地震波，当你感觉到地震的时候，你有没有时间逃？有，因为下一个地震来的时候是 S 波，S 波大概比它慢，但是破坏力比较大。所以当你觉得在摇的时候，你感觉到摇的时候，你还有1分半钟左右可以跑。摇得很大的时候，1分半钟一定要跑出去，跑不出去就把姿势做好，以后等它抬出去，听懂吧？坐好，我抬了真好看，更水，安尼俩，无你走袂去你如果地震后一直往地漏层跑刚好压下去，所以确定90秒内能够到达地面层空旷地，这是我的建议。不构成怎么样？你又跑不掉怎么办？往高楼层跑的话，有一个紧张就是说高楼层摇晃得很厉害那你可能心脏病先发作就死在那边，被吓死。跑太高被吓死，跑太低来不及被压死，2个。那如果跑不及，算了，看开一点，姿势做好一点，心情放轻松，抬出来点还有笑容，那就好了。好，开玩笑了这真的死亡，面对死亡，每个人都会怕好，来震波你看垂直方向能量会比水平方向能量少，但是水平的能量会产生较大的变形量，造成柱的破坏。所以地震里面谈到结构是强柱弱梁。要耐震就是柱跟斜撑。2个而已。我们结构里面谈到柱结构跟斜撑结构，这跟我们结构学比较有关，我提一下。这是临近地震测站的记录，有没有看到？地震仪记录出来有没有？就是那个地震对不对？这都电子式的啦。然后画出那个频谱，这是地震频谱，你看不懂没有关系，这是在设计用的。地震工程里面的设计频谱，知道它的周期是多少。你看，这是国家地震中心的简报，我从那边摘下来的NAR Labor， 这是实验室了好，那地表加速度我们通常用 G 来表示重力加速度的倍数那通常地表加速就是 A 等于 delta V 除以 delta T 嘛，这各位知道嘛地表加速度是一个向量，具有大小方向，通常指向地震震源的方向。那地震造成地表加速度可能会在不同的方向上有不同。记录器它分为水平的跟垂直方向，2个方向独立记录好，那地表加速度怎么量？地震仪。好，加速器。刚刚 MEMS 嘛然后 GPS 也可以量 ，GPS 可以测地面的加速度跟位置讯息。所以 GPS 测量好学那以前用灯，这个我就比较不太了解那这个应该是新兴的东西。早期都是用这2个，好。那地震风险的评估和防灾，其实他们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推出地表最大加速度了，它就推出来了。
那地表加速度出来就知道它的震撼会有多少，所以它的报告里面出现说可能预估房损有几间哦，预估人员死亡有多少，他们可以做这个推估哦。我们国家实验室很厉害哦，这个在台大啦哈，在台大在台科大隔壁啦，国家地震中心啦哈。好，那这个可以做一个评估啦哈，跟地震科学的研究哈。好，那地震跟大环境的关系哈，我们简单讲一下哈，好吧？那